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三角纹在手必发大财的手相。无名手指根和小指根之间有细细的斜线，我们称之为财运线，月表示月进财富。食指的第二节有指节纹，如果有3条纹，就是我们所说的三豹纹。这种人不缺钱，往往也有更多的机会变成财富。手软肉软，气血很好，手掌。作为女人的手，在家庭中可能掌管经济权力，掌管家庭生活，在事业上可能日新月异。如果赶上了好时光，再加上后天的努力和聪明的头脑，事业就不会单打独壮。总之就是滚滚财源。事业线从智慧线出发，这样的掌纹是属于大器晚成的人才，往往在年轻时没有抱负，在中年事业才会发展，可以实现很好的事业。事业线从生命线出发，能具有超人的战斗力，精神充实，由于自身的全力以赴，企业将会大大前进，取得更大的成功。假设手掌的形状是一个大三角形，是吉祥的手掌，说明这个人不仅能在事业上有所成就，财富也很强大，很有可能成为领导者。如果这个人的手掌呈三角形，那是一个很好的征兆，不仅代表了事业的富裕，而且不论男女都有更大的机会遇到更好的伴侣。手中钱财纹多，财库多的最有钱。什么是钱财纹？什么是财库？钱财纹也称为理财纹，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面很多细细的斜线。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，代表着财旺钱多，一生有花不完的钱。财库则是手中的线互相交错中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为三角形，甚至手中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，这些形状为财库，代表着财富。有这种手相的男人在钱财的运气上会比较幸运，容易成为有钱人。川字形手相的最有钱。川字形的手相，这种手相意指手掌中的3条主线互不相交所形成的。拥有这种手相的男人事业心比较重，悟性高，直觉好，因此属事业上比较容易成功的。事业与财运是相互影响的，事业平步青云，财运才会越来越好，因此这里男人不缺钱花，在外人看来也是最有钱的。财运前伸直的最有钱。在手相中，小指的根部称为水星丘，此处的竖线被称为财运线。财运线是金钱运好坏的重要标志，如果手中的财运线比较伸直有力，甚至有的人是多条伸直的财运线，代表着钱财运好，拥有这种手相的男人会成为有钱人。5种一生难嫁的女人面相。个性高傲，翻脸无情，娶了一辈子走霉运。嫁人是女人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候，每个女人都想着自己穿上美丽的婚纱，嫁给最心爱的人，过着幸福的生活。有很多女人很适当的年纪就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，步入婚姻。然而也有的女人到了结婚嫁人的年纪的时候，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，没有把自己嫁出去。有的女人迟迟没有把自己嫁出去，除了一些社会因素外，跟自己的面相也是相关联的。那么什么面相的女人是很难嫁出去的呢？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。泪膛凹陷4暗的女人。泪膛枯陷，眼睛无神，冷淡，让男人提不起来兴趣。实际上卧蚕部位晦暗的，代表女人肾气不足，性能力欠佳，男人自然了然无味了。泪膛即是下眼睑，这里枯陷的人多数属于没有情调，刻板木讷，不懂浪漫，也不懂与异性相处，引不起异性对他的兴趣，终日郁郁寡欢，难以让人喜欢。因此拥有这种面相的女子难以嫁出去，即使有天嫁出去，也难得老公喜爱。两耳无轮的女人。2只耳朵就像蒲扇一样，没有耳轮，薄薄的类似于一张纸。这样的女人先天肾气亏虚，生育会有困难，且性能力不足，与男人相处会缺少女人天生的吸引男人的媚酒，即使男人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了，也会慢慢疏远。额头高凸的女人。额头高高大大并且前凸的女人，这是凡事都要思前想后，犹豫不决的面相。这样的女人老成持重，性格偏于理智，不会冲动做事，但这样往往也导致了她该出手的事不出手，错过了美好的姻缘，而且很容易喜欢上年纪大的男人。眼睛突出的女人。女人的眼睛类似于青蛙眼的，向外凸起，这样的女人刚愎自用，性格暴躁，缺少女人味道，就像男人一样脾气大，男人除非是吃软饭或者性格懦弱，否则早早的就吓跑了。凸眼睛的女人，疑心重，爱唠叨，顶撞男人，处处的体现强势。凸眼睛是指眼球有点向外突出，而且比较明显，拥有这种眼型的女人一般有点神经质，小心眼，啰嗦，做事情反复无常，
喜欢说三道四惹人烦，办事情总是有头无尾，谈恋爱也是一样，开始的时候总是激情四起，但却有始无终，因此在情路上跌跌撞撞，最后不知道能不能把自己嫁出去。5. 山根过高的女人。山根位于鼻梁的根部，这里是鼻子与印堂接壤之处，代表了个性与自我。女人的山根明显高高挺起的，这样的女人会处处以自我为中心，个性更是强烈，男人无法驾驭，并且容易态度傲慢，目中无人，好男人都会望而却步。6. 额头低窄的女人。额头低窄，发际线很低，额角有窄窄的，这样面相的女人容易生气贪心，且遇事多想不开，凡事不以大局为中心，想法偏私狭隘，总想攀高枝，但是事与愿违，越是攀高越是命运不济，难以找到理想的男人，甚至岁月蹉跎依然孑然一身。7. 耳轮过于突出的女人。耳轮扩反，任性反叛。耳轮过反的人性格活泼好动，爱好表现自己，但又很叛逆，喜欢唱反调，好辩论，好胜，不赢不罢休，因此惹人反感。女子如果是耳轮扩反，个性倔强，脾气大而过于主观，说话做事常常让男人落下了台，缺乏包容的心，因此男人都不喜欢与她交往。8. 额头宽而方正的女人。额头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和个人能力，如果一个女人的额头长得方正而宽阔的话，这种女人一般头脑非常的聪明，个人能力也比较强，事业心旺盛，能够把事情处理得非常妥当，个性独立而强势，对他人的依赖心不强，在男人面前也总是展示出自己很有能力的一面，而且心气非常高，对于另一半的要求也比较的苛刻，既不希望对方太强，也不喜欢对方太弱，性格太强的他们接受不了性格太弱的，心智长时间被他们压制，很少有男人能够受得了，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。9. 脸盘宽大的女人。相书中有言，面大夫人多不孝，如果女人脸盘过于宽大，再加上两腮枯陷无肉的话，这种脸型也称为柿饼脸，这种女人大多看上去脸生横肉，给人一种较为凶悍之感，而且做起事来也非常的蛮横跋扈，不讲道理，家里的事都要自己说的算，而且个性顽固，一旦决定的事情，谁劝说也改变不了，做起事来狠辣无情，不留余地，毫无情分可言，对老人不孝顺，对丈夫和子女没耐心，婚姻多不顺，一旦离婚的话，就没有回头的可能性，注定孤苦。10. 双拳塌陷的女人。颧骨代表着一个人的自我意识、权力欲和处理事情的手段。如果女人的双拳部位塌陷无视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自我意识淡薄，内心也比较的阴暗，性格懦弱不堪，做事没有原则和底线，而且自我约束能力比较差，做事从来不会正大光明的来，只会在背后嘀嘀咕咕的耍阴招，性格方面较为内敛和消极，总是把人把事往最坏的方面去想，还喜欢在背后算计，即使是身边的丈夫或亲人也不例外，还容易把自己的坏情绪传染给身边的人，生活过得压抑而痛苦，婚姻很难顺利。11. 鼻子大而露骨的女人。鼻子代表着一个人的自我和自尊，也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性和人际关系。如果女人的鼻子长得大而露骨的话，这种女人一般自我意识非常和自尊心都非常的强，凡事都喜欢以自我为中心，有着很强的表现力，也希望别人都围着他们转，善于表现自己。在为人处事方面也有着一种唯我独尊的霸气和傲气，眼光非常的高，容易看不起人，特别的难相处，也很少会有男性敢主动靠近。1. 美鹿纹。在手掌中有不少三角形的手纹，而且都是偏斜呈横纹状的三角纹，这些倾斜的形状接近于三角形的手纹，就是美鹿纹。如果出现在手掌中的对宫、坤宫或者艮宫等区域，纹路清晰深刻，象征着吉祥与富贵。掌中生有美鹿纹的人通常家境优越，一生物质生活富足，衣食无忧，福泽深厚，很多方面都不需要自己操太多的心，所到之处自有人视为上宾，过得舒适自在，有一定的学习机会，见解非凡，长大能够有大的作为，飞黄腾达。如果这种手纹刚好和其他手相特征相配，今生的成就就会远远超过父辈，也是光宗耀祖了。掌中生有美鹿纹的人一生贵人运很好，一生很容易遇到贵人帮助，而且多数是异性贵人，也就是说命主很容易因为自己的爱人而获得好运，从而增加自己的财富收入。2. 千金纹。千金纹的特征是在手掌中有事业线，由手掌根部向上延伸，超过了智慧线，但还没有感情线及中指。
整体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钱字。生有此掌纹的人家境富裕，同时还乐善好施，是十分富贵又难得的富人手相。要想知道人的一生有多少富贵荣华可享，就要看此纹。掌中生有千金纹的人，衣食无忧，生活殷实，一般尽享荣华富贵。如果少年手上生有这种掌纹，必能早年就发达，前程似锦，家中财源滚滚，富甲一方。正所谓人生苦遇问荣华，文遇千金直上家。是使少年人得此，前程富贵有人夸。需注意的是，脾气切不可暴躁，否则必毁前程。掌中生有千金纹的人，事业会起步的比较早，在事业上会有很好的成绩，前途不可估量，一生衣食无忧，生活殷实，财运不断，甚至有可能成为富可敌国的人。但是其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，就是脾气不好，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焦虑。如果能够改一下这个缺点，未来财运会更加旺盛。3. 雁阵纹。雁阵纹顾名思义，就是像大雁群飞的队列一样。秋天来了，一群大雁往南飞，一会儿排成人字形，一会儿排成一字形，所以称之为雁阵纹。古书中对雁阵纹的图解有2种，第一种就是上图左中所示，可以清楚地看到3条从生命线上向上升起的并列线纹，看起来很整齐又有气势。另外一种就是上图右中，在事业线的末端出现人字形并列线纹，也叫雁阵纹。相书中说，朝衙文类雁排行，一旦功名姓氏扬，出入皇都为将相，归来带玉须香。也就是说，雁阵纹形状像许多大雁并列在掌中央，人生有此纹能发达富贵，必可进入朝迁，辅佐君主，深爱君主器重，委以重任，名声远扬。在现代来看，如果你拥有此类手相的话，那也是不愁吃穿之相，生活富足，既能得到领导的赏识，还能获得升职加薪，委以重任，做出一番大事业。掌中生有雁阵纹的人具有清贵气质，心直仁厚，清廉善心，在古代文官的手上比较多见。雁阵纹其实表达的是一种被追随、被信任的概念，大都指名气。出现在手掌的不同位置，也都有不同的意义或倾向的领域。比如很多优秀的作家、导师、思想家、科学家、艺术家、政治家、将军等等。但实际成功与否，并非一概而论，只是一种参考，也是古代量才而用道德品格的一种见解。从手诊的角度来看，掌中出现雁阵纹与人的骨关节系统密切相关。通过无数的病例观察，在骨关节系统疾病里，这种掌纹很常见，比如颈椎病、腰椎病、关节病变，甚至于风湿类风湿等，都发现了雁阵纹的踪迹。中国人出现雁阵纹的比例非常的高，经过更深一步的研究，发现此纹的深层次内涵应该与缺钙有关。也就是说，一旦有了雁阵纹，就要考虑补钙，就要预防骨关节疾病。4. 金花印纹。手掌中有2个米字纹并排而立，视为金花印纹，一左一右或斜斜相对的不算作此纹。有时说，纹带金花印立身，此生富贵不忧贫。男儿只日封侯相，女子他年国内人。拥有金花印纹的人具有富贵发达的潜能，尤其是享社会名气，受人尊敬。女子易主嫁入豪门或嫁夫有贵气。金花印纹是一种十分少见的吉祥手相，这种手纹不仅十分漂亮，还寓意无比吉祥，代表人的贵气。在古代，若是男人拥有，必然可以做大官，一登龙门，身价百倍，成为高人一等的贵人、上等人。若是出现在女子的手中，必然可以嫁入侯门，飞上枝头当凤凰，成为金光闪耀的贵妇。在如今男女平等的时代，这种手相的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就自己的事业。掌中有金花朵般的纹理，男人有此纹可当大官，女人生此纹可成贵妇。不同部位的金花印纹意义不同。对于经商的人来说，如果在木星丘或者水星丘出现金花印纹，预示其人财运很旺，财源滚滚，会将生意经营得很好。不过由于其人经常关注自己的生意或企业，精力都用到这方面，容易忽视健康，
从而在身体上会出现问题。对于正在上学的人来说，如果在明堂或太阳丘出现金花印纹，此人会将所有精力都用在学习上，所以成绩一般都不错，而且会拥有很好的文采，才思敏捷，是写文章的好手。对于一心从政的人来说，如果在太阳丘有金花印纹，此人会很有魅力，能够大刀阔斧地干一番事业。如果此纹出现在明堂部位则不佳，预示其人可以会是个糊涂官员。生命线有上金花印纹是大富大贵之象，男儿官运亨通，女子可以为官。有这样手纹的人远离疾苦，而且福辈子孙。5. 夫子眼。所谓夫子眼，就是在拇指第一指骨上及大拇指内侧中间那个关节上的结纹，不是一条线，而是2条或3条分开成眼形状的纹路。夫子眼也称孔子眼、凤眼，出现在右手拇指上的夫子眼。夫子眼的纹路是闭合的，而且越像眼睛的人越有福气，如果开口了则不能算作夫子眼。手上的夫子眼代表该人有疏远，天资聪慧，头脑聪明，且管理能力较强，也代表勇气胆量。夫子眼大者勇于冒险，从古至今一直有夫子眼者必定是文曲星下凡，再不济也是能舞文弄墨，文采斐然的才子佳人的说法。若夫子眼完整且清晰，意味着其人身体状况良好，可能幼年时家境富裕，成年后能有一番事业，婚姻幸福。如果夫子眼的纹路如果深浅不一，纹线中有断不完整，则表示判断力、意志力稍有不足。若弧线比较平直、不对称或开口封闭不全，则代表身体状况差，容易早衰。有这种印记的女性，就会嫁给各个方面都优秀的男性，且有机会嫁入豪门中。如果是双手都有此类标记的话，那就会更加有利，即使没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也会使一生衣食无缺。另外也有人称夫子眼是死在肤前的一枝花的说法，表示女人有此掌纹的话，会比自己的丈夫先去世。6. 元宝纹。元宝纹也就是事业线、财运线或者是杂纹，智慧线和生命线组成的封闭纹路，这是手相中的财库符号，是储存钱财的财库，也代表着大财运。有这样掌纹的人一生不愁钱财，元宝形状越大则财富越多，当然还得加上手型端正得体，掌色红润，3线伸长，无杂纹干扰，掌上无特别不利的手纹，这样才更能将元宝纹的财气激发出来，使命主在事业上德财丰厚，钱财不断，财运亨通，房产良田都不缺。假如女性手掌中有元宝纹，不只是身财气好，并且还会给老公带来好运，便是咱们常说的旺夫，旺老公的事业运和财运。她本身机遇掌握得好，容易成为富太太，并不是你拥有好的掌纹就一定会怎么样，同样要脚踏实地的努力。好的掌纹只是可能意味着你拥有某种素质或者机遇，比别人更多一点先天性的优势而已。人的手相无时无刻都在变化，你的思想和行为无时无刻不在雕琢你掌纹并留下痕迹，所以努力充实改变自己才是上策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